大家好，今天我们用地形图和地图来讲一个精确到分钟、一天可以玩完九寨沟所有精华景点的一日攻略。我们会先讲一日游的行程安排，然后再讲九寨沟相关的交通和住宿的注意事项，讲的会比较详细，大家可以先收藏，再慢慢看。我这里还有一张做好时间和游览顺序的九寨沟的地图，算是这篇视频攻略的精华总结，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下载。九寨沟实在太漂亮了，说它是国内水景的天花板，一点也不夸张。但现在的九寨沟是没有2日票的，而且也不允许在景区内住宿，所以大家大部分都是一日游。但九寨沟太大，景点太多，如果想要一日游看遍所有精彩的景点，说实话就必须要像打卡一样严格的遵守时间，或最起码参考就是我接下来给的时间来游览，而且对景点也必须有所取舍。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整个九寨沟景区，然后这里是九寨沟的入口。九寨沟实际上是 Y 字分布的，首先是一条这样的线，然后是左右两侧这边的沟。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放近一点可以看到，它其实每个景点两边的山都是很高的。是泽茶洼沟，我们可以看到道路完全是在山的夹缝里的。另外一条其实也是这样的，所有的这些海子两边都是高高的雪山，所以说他们得到日照条件是比较短的，所以说我们必须尽量控制我们到这些海子的时间，以求看到最漂亮的景色。接下来我们就用地形图来给大家介绍这一天的景点和时间是如何来进行分配和安排。首先是九寨沟早上，这里是九寨沟的景区大门。九寨沟的景区大门现在是淡季是8点半开门，旺季是8点开门。然后在这里开门了之后，就是大家从这儿排队进来，这个地方会有大量的大巴车来等着，然后大巴车会顺着山间的这条公路，其实这条公路也是景点。上行，坐大巴上行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坐左边，可以看到更多的景点。然后上行一直到诺尔朗中心站附近，这里实际上就是整个九寨沟景区内的服务中心、餐饮、调度车的中转中心都在这里。如果是旺季的话，大巴车是不会问的，但如果是淡季的话，大巴车会问。在这边问一下有没有2进沟的游客朋友，或者是中途有下车的游客朋友。那我们的观光车将会听从调度安排，调度让我们去哪条沟，我们就先去哪条沟。但是我们是随机到了哲塔洼沟，就是我们就是以哲塔洼沟为例子来介绍，就是这一天的时间该怎么安排。大巴车会一路到终点，终点在哪呢？终点就在长海，大巴车会停在这里。我们是9点20到长海的，但长海在这时候的颜色是不好看的，为什么？因为山太高，光线没有照过来，所以不要在长海浪费时间。在长海海边，我们差不多就拍了几张照片，我们甚至没有下到栈道下面，直接就离开了。然后我们顺着步行道往下走，从长海一路往下去五彩池，走到这儿，五彩池9点46到五彩池。五彩池实际上是很漂亮的，五彩池是不需要光线，什么时候都特别漂亮。五彩池可以看个20-30分钟。五彩池要注意的一点是，我们是步行栈道是从这点走到五彩池的，很多游客一开始都堵在这儿，在这拍照，其实不必要在这儿堵着，往里边走，人相对会少得多，而且在这个位置它是有个2层平台的，在2层平台上可以照五彩池的全景，会更好看。然后我们大概在五彩池玩20分钟，就往前走出来，大概在这个位置直接坐大巴，然后去中心站。在这条沟不要浪费太多时间，快速看完快速走。车行向下，我们在地形图上可以看到这有个海子，这个海子其实是季节海，它总共有2个季节性的海子，在冬天是没有水的。然后下行就到了诺尔朗中心站，到了诺尔朗中心站的时间大概是10点40，然后我们换乘去日泽沟。日泽沟在旺季的终点站在原始森林，但是在淡季的时候终点站是在建筑海这里。我们在建筑海开始游览，大巴车会把游客放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有个栈道可以进到建筑海的内侧。在旺季的时候可以走这个栈道，在淡季的时候一定不要走这个栈道。这个栈道绕一圈下来大概得40分钟，其实很不划算。如果有可能，快速沿着路边来到这里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是箭竹海瀑布，箭竹海瀑布是很漂亮的，值得好好看看的，是一个很漂亮的弧形瀑布。这时候大概是11点20，我们11点20从箭竹海瀑布离开，然后步行去熊猫海。这一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路是在树林里的，这种树林其实是水上树林，也就是说林子是在水上长着的，很漂亮。这还有一些小海子，这些小海子也很漂亮。然后我们沿着栈道大概走到熊猫海的这一端，拍不出来，没有相机没带。再沿着路边往熊猫海的尽头走，然后熊猫海还有一些固定的很可爱的水塔，有很大概率是可以看到的。我们走到熊猫海的尽头，在熊猫海的尽头可以拍一张熊猫海的全景照片，就迅速坐车离开。然后我们坐车到五花海，大概12点10分左右。五花海是九寨沟官方认定的最漂亮的海子，在这里的时间一定要给够，就是无论你的时间有多紧张，哪怕只看一个景点，那一定也是五花海。五花海最好留1个小时以上的时间，沿着木栈道完整的绕着五花海走一圈。它有9个观景台，每个观景台都很漂亮。我印象特别深的是这儿的观景台，这儿的观景台都是特别漂亮的，还有这儿的观景台。然后我们在五花海玩完之后，不要直接从这儿过桥去坐大巴，而要沿着孔雀河往下走。这路边也是有海子，这些海子也是完全透明的，蓝色的、绿色的，特别漂亮。继续往前，很漂亮这一路。然后我们步行到珍珠滩，到珍珠滩大概是1点半。珍珠滩怎么玩呢？珍珠滩不要去走外侧的栈道，珍珠滩一定要从这儿横穿过去。这是珍珠滩瀑布，走到瀑布的下方，珍珠滩就是《西游记》取景的地方，走到瀑布的下方就可以看到《西游记》取景的那个场景。然后这是一连串的长条形的瀑布，从下方，然后这样，这实际上是在树林里，它一直是有瀑布的，然后走出来，走到停车场位置，然后坐车，然后直接去诺日朗中心站。当然路上我们会路过静海、诺日朗群海这些景点，但这些景点我们没有时间下车一一来玩，只能是在车上看一眼。到诺日朗中心站的时候大概是2点左右，这时候我们可以选择去诺日朗瀑布。这里是诺日朗瀑布，其实它和珍珠滩瀑布是有点像的，但这个高差是比较大的。诺日朗瀑布是往上走，而我们为了更好的分配时间，我们是把诺日朗瀑布放弃掉了。时间行不行？我觉得很紧张，我觉得有点问题。然后我们直接从诺日朗中心站，然后坐大巴，然后一直向下，一路下行，然后到这里是犀牛海。犀牛海其实也是很漂亮的，没办法，但是我们时间紧，犀牛海也必须放弃掉，也就只能在车上看一眼了。我们在老虎海下车，看了老虎海往前走，这里是树正瀑布。树正瀑布和前面的诺日朗瀑布那些不一样的，树正瀑布是一条长条形的瀑布，看着也是别有一番风味。然后沿着树正瀑布往前走，也是过海子。然后这里是树正群海，树正群海也是特别漂亮的，尤其是在旺季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有个木栈道，看见没？树正群海是有条内环道的，这个内环道如果在旺季的时候可以走一走，这个内环道是有很多的生物景观和自然景观的，但是在淡季的时候，这条内环道是关闭掉了。其实如果大家对自己的速度有信心的话，从老虎海开始，我们都可以建议大家开始步行，一路步行，就这样一路步行下来，步行到盆景滩这里，这一路全都是各种漂亮的海子，特别漂亮，全程步行都绝对是不亏的。但是如果时间有限，那就跟着我的攻略，然后我们中间是有一段要坐车的。然后我们大概在2点50左右在树正群海站坐车，大概也就坐10分钟到火花海下车。火花海如果在有阳光的时候，波光粼粼，就像花火一样，所以说是这个名字。就从火花海开始，我们就一路开始就步行了，大概是3点左右，从火花海开始步行向下，过双龙海，然后这里就是芦苇海了，碧绿色的飘带在金黄色的芦苇中穿过，十分漂亮的。然后走到这个位置，大概是盆景滩，在盆景滩，然后我们坐大巴就直接就出沟。我们从火花海过芦苇海到盆景滩，
大概一共需要走1个半小时左右，4点半左右到盆景滩。冬季和春季的时候，基本上是阳光最好的时候，也是能看到最漂亮景色的时候。然后等车出园区，出园区大概20分钟，大概到景区大门口是4点50左右。至此，我们就把一天的游览时间的安排基本上说完了，也就是早上8点半进园，然后大概下午5点钟出园，一天可以玩完整个九寨沟所有精华的景点。然后我们再说一下九寨沟的住宿。九寨沟住宿大概分了几个区位，这里是九寨沟的景区大门。其实在九寨沟的景区大门附近其实也是有些住宿的，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客栈。这个地方步行到九寨沟的景区大门口大概就是8到10分钟左右，然后这是一片住宿。我们这次住的就是智选假日，然后走到景区门口大概就8分钟，顺着再往外侧来，我们到这片区域也是有很多景点和住宿的。这是张扎镇这一片，但这一片到景区门口就需要打车了，就是打车也相对也比较方便。然后还有一片是在这里，就更远一些，就这个商业小镇，九寨英格迪啊、鲁能希尔顿呐，这些5星级酒店都是在这里的。这是九寨沟主要的3个住宿区域，这是一片，这一片，这一片。然后我们再说一下九寨沟的交通。高铁开通了之后，大家来九寨沟玩主要是坐高铁过来。九寨沟的高铁站主要是黄龙九寨站和松潘站。黄龙九寨站到九寨沟这条路正常情况下是大巴是要跑2个半小时左右的，如果是包车的话大概2个小时会快一点，但是一般情况下大巴车都会建议你要留3个小时甚至3个小时以上的时间的预留，因为这条路其实是很窄的，而且也是在山谷里的，而且是经常的堵车，所以往来的时间尤其是返程的时间一定要留够。黄龙九寨站是一下高铁站，高铁站是有大巴根据高铁的时间在这里等着，是你提前买票也可以，其实不提前买票问题也不大，尤其是淡季不用提前买票也没有关系。但是返程的时候坐大巴要注意，大巴有2种大巴，一种是客运服务站的大巴，这种大巴是在客运站发车，就是在景区的右手边，就这个客运服务站的大巴就在大巴站发车。另外一种还有是景区直通车，它会有提前会给你发短信，然后它可以在好几个点上车，比如说这个地方就是一个上车点，然后具体的然后大巴的短信上会说明的。所以说我们在淡季的时候，我们大概是5点钟出沟，我们买火车票其实要买到8点甚至8点以后的。如果九寨的高铁票不好买，其实也可以买松潘的，就是松潘站要比黄龙九寨要多半个小时的大巴的路程。这是九寨沟的高铁和大巴。然后整体的行程安排我们是这样建议的，就是大家一般都是从成都东坐高铁到黄龙九寨站，然后再坐大巴到九寨沟。我们建议是第一天晚上到九寨沟的沟口附近住下，然后第2天用完整的一天来玩九寨沟，然后在5点钟左右出九寨沟，然后坐大巴可以当天返回成都东。这样的话时间利用的很充裕，也不浪费，也只需要住1个晚上，而且所有的景点都能玩完。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九寨沟一日游的详细的一个视频攻略，然后我会把详细的时间地图贴在评论区，大家有什么问题也欢迎评论区提问。好，谢谢大家，我们下个目的地见。